第146章闯狼头。站在宽阔的鹰背之上，萧炎低头望着下方那飞速后退的小镇，再瞧瞧脚下这头神俊的蓝鹰，心中略微有些羡慕。这种飞行坐骑可着实让人眼馋啊！玉手轻轻抚摸着蓝鹰的羽毛，小医仙看着萧炎的表情，忍不住的笑道：“怎么，看上我家小兰了？不过这可不能给你，她可是陪了我好多年了。虽然有些眼馋，不过我可不会夺人之好。而且，就算你愿意，她也不会愿意。”萧炎笑着摇了摇头，他知道，在斗气大陆上，想要获得一个能够协助主人战斗宠物，这之间由于并没有什么神奇的契约来做约束，所以想要获得这种魔兽级别的宠物，那便必须培养双方的感情。然而，魔兽是一种比较狂暴的生物，一般只有很少的幸运儿才能够有机会获得他们的友情，从而再获得他们的忠诚。小医仙的这头异阶魔兽蓝鹰，还是他几年之前偶然间救了他一命，这才有机会得到他的友谊与忠诚。而如果小医仙现在将他转送给萧炎的话，恐怕他会立刻展翅飞进大山之中。小医仙微微一笑，温柔地抚着蔚蓝的羽毛，轻声道：“虽然魔兽凶暴，不过若是获得了他们的忠诚，那么他们便永远不会背叛，这点可比人类好了许多。”深有同感地点了点头。萧炎甩了甩头，目光转向高速移动的下方，问道：“狼头佣兵团的总部在哪里？”狼头佣兵团驻扎在青山小镇的城南处，那里的地区几乎全部被他们所霸占。仙指指向蓝鹰正在飞掠而去的地方，小医仙笑道：“你在青山镇待了这么多年，应该知道狼头佣兵团的具体人数已经大致实力吧？”萧炎郑重地询问道：“狼头佣兵团在青山镇发展了10多年，核心成员大概有70到80左右吧。他们的实力大多都是在斗者2星到5星之间。狼头佣兵团有3位团长，其中的郝萌已经死在你手上，所以便只剩下木蛇与甘木。甘木来的时候正好遇见过，所以顺手把他解决了。”听着这名字，萧炎扬了扬手，笑着打断了小医仙的话。闻言，小医仙微微一愣，目光泛着惊愕，盯着萧炎好一会，方才点了点雪白的下巴，微笑道：“看来我还是低估了你的实力。要知道，甘木可是9星斗者，你既然能够这般轻易地击杀他，恐怕实力至少也在9星左右吧？”呵呵，笑了笑，萧炎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。照你这么说，现在的狼头佣兵团便只有木蛇一人能与你抗衡，其他的都不是你的对手。小医仙沉吟道：“不过他们毕竟人多，因为一些原因，我并不擅长这种以一敌百的局面。”萧炎有些惋惜地叹道：“虽然他精通好几种玄阶斗技，可他的斗气功法仅仅只是黄阶低级，凭这种功法等级所制造以及存储的斗气，根本不足以支撑他完成这种100人斩的大业。那些佣兵成员倒不足为惧。”摇了摇头，小医仙从怀中掏出一个小玉瓶，然后倾斜着倒出一枚颜色有些鲜艳的丹丸，将之递向萧炎，笑道：“托那卷七彩毒经的福，我现在调配的毒药，虽然不敢说能够随意毒死大批斗者，不过让这些实力在5星之下的人暂时失去战斗力，倒不成太大的问题。待会我会在上空支援你，若是他们想要采取围杀，那我便轻撒药粉。这药丸是我配置的解药，虽然我所配置的毒药对你这种实力没太大的作用，不过吃下它总能节省一些你用来抵御它的斗气。”点了点头，萧炎接过药丸，有些好奇地拿在手中转悠了2圈。以他一品炼药师的眼光来看，这枚药丸明显并没有真正的丹药那般圆润，显然这只是小医仙用普通火焰将药草勉强融合在一起的产物。抛了抛手中的药丸，萧炎一口将之吞进了肚内。有着药老这位炼药宗师级别的人物，他可不怕会被暗中下了什么致命的毒。吞下药丸，萧炎微笑道：“再说说木蛇的实力吧，最好能把他所修炼的斗气功法以及斗技的等级说得详细一点。”望着那没有半丝犹豫便将自己拿出的药丸吞下的萧炎，小医仙俏脸上的笑意不可察觉地悄悄柔和了一些。不管如何说，在知道自己下毒的手段后，
还依然能够如此随意地吞下自己所给的东西，这种信任让的小医仙心中有些感动。当然，他也并不知道萧炎是因为有着保障，才敢如此放心地吃下他所给的东西。木蛇的实力应该是在2星斗师左右，他所修炼的功法是一种名为风降杀的风属性功法，级别似乎是黄阶高级。小医仙玉葱指掠过被迎面的狂风吹散在额前的青丝，略微沉吟道：黄阶高级吗？闻言，萧炎微微松了一口气，自己所修炼的焚诀虽然只是最黄阶低级，不过若真要比起来，其实并不会比黄阶中级功法逊色，再加上自己所精通的几种玄阶斗技，萧炎有信心能够把双方因为等级的差距给拉平。除去功法，木蛇还精通3种斗技，其中一种攻击斗技，一种防御斗技，一种身法斗技。小医仙继续道，而3种斗技都是黄阶高级的斗技。怎么样，有把握打败他了吗？偏过头，小医仙笑盈盈的道：等会看好戏吧。站在鹰背之上，萧炎望着下方的小镇，微微笑了笑。按照小医仙对木蛇实力的描述，他的胜算似乎看来还颇为不小。你说这是萧炎干的？大厅之中，木蛇双眼通红，狰狞地对着一名战战兢兢的佣兵咆哮道。在他的面前摆放着一具尸体，而这具尸体则正是早上被萧炎击杀的甘木。是的，团长，那被我们撵进魔兽山脉深处的萧炎又活着出来了。咽了一口唾沫，那名佣兵面露恐惧的颤声道。闻言，木蛇阴沉的脸色更是难看了几分，细密的眼睛中狰狞的寒意不断闪过，在大厅中来回走了几步，阴冷的道：击杀甘木是他单独干的。虽然当时萧炎是事先偷袭，不过在随后的正面交战中，二团长却依然败得极快。属下猜测，萧炎的实力恐怕也在9星左右。怎么可能？这才2个多月时间，他怎么可能又晋级成了9星斗者？一旁听得佣兵这话，穆莉顿时跳了起来，脸色阴沉地喝道：要知道，他这整整半年时间，也不过才从6星提升到了7星啊，而那家伙却是竟然到达了9星级别。这种打击实在是让得有些自傲的穆莉难以接受。别人或许不行，不过那家伙说不定还真有些可能。深吸了一口气，木蛇挥了挥手，寒声道：不过到了9星又怎样？在斗师面前，任何斗者，斗师不堪一击。传令下去，全面搜索萧炎的踪迹，这一次绝不能再让他逃脱。手掌重重地拍在桌面之上，木蛇凝声道：我正好还在因为把他追杀进魔兽山脉内部，而得不到他在山洞中所取得的宝藏惋惜，没想到他却竟然自己再次回来。这次既然来了，那就永远的留下吧。微眯着眼睛，木蛇心中忽然想起当日在深渊边萧炎所施展出来的那种恐怖斗技，心头微微一颤，旋即自我安慰般的轻声道：没关系，就算他有高阶斗技，可他本身实力太差，而且高阶斗技当我没有吗？就在木蛇自我安慰之时，一道佣兵人影忽然急匆匆地撞开大门，急声道：团长，萧炎从大门处杀进来了。什么？闻言，满厅顿时哗然。木蛇也同样是别着消息，震得愣了一愣，旋即豁然坐起身子，快走几步，一把抓起那名报告的佣兵，喝问道：他带了多少人？就他一个。佣兵脸色怪异地回道：一个。脸庞一抽，木蛇似乎是以为自己听错了话，当下愕然道：你说他一个人对着我们总部冲进来了？佣兵急忙点头：这小混蛋脑袋被石头砸了，难道他想凭自己一个人就端掉我们整个狼头佣兵团？嘴角微微抽搐，木蛇冷笑了一声，旋即脸色阴沉的大步对着大厅之外走去，阴冷的道：来了也好，免得我再派人到处去寻找。木莉，叫人给我把大门堵死，我要让他知道，我狼头佣兵团可不是他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地方。重重的点了点头，木莉脸庞上也是浮现一抹狞笑，然后迅速转身去传达命令。走吧，让我们去看看是什么东西给了这小混蛋这么大的勇气。哈哈！手掌一挥，
木蛇大笑了一声，率先走出大厅，然后对着前院快速行去，其后大批人赶紧跟随。一行人快速地穿过前厅，然后来到前院，只见在那大门处，身着黑衫的少年正含笑而立，在他的脚下躺着10几位满地打滚的狼头佣兵，而那坚硬的大门此时也被轰得4分5裂。木蛇团长，好久不见啊！见到那阴沉着脸色走出来的木蛇，少年缓缓抬起头来，微笑道：“今天你可以永远的留下了。”望着狼藉的院内，木蛇深吸了一口气，前踏一步，手指指向少年，脸庞上的表情瞬间变得无比狰狞与怨毒。对于他的这宣告着死亡的宣言，少年嘴角却是挑起一抹淡淡嘲讽。